好，国际话题要带大家来看到美国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说怎么了？好，为什么呢？因为这美国的防长紧急召集了全球800的将领好说下周要在维吉尼亚州的一处海陆基地召开紧急会议，但是没有说明原因。好，这项极不寻常的指令本周初就已经发送给全球各地几乎所有的军方高级指挥官那大家就说了，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原因呢？川普9月25号还赞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这一项非比寻常的命令说这是要欢聚一堂。好，那真的是让人跨博不过现在俄罗斯的4个军机已经进入到了美国的防空识别区好，北美的防空司令部也表示说，24号发现俄罗斯2架图95、2架苏35进入到美国阿拉斯加附近的空域，所以随即就派出了1架E3的预警机、4架 F-16战机跟4架 KC-135加油机进行识别跟拦截。好，俄国的国防部这边也证实了这件事情那他们也强调说，俄军所有的飞行都是严格的遵守国际空域的使用规则。好，这有可能会一触即发所以大家也觉得蛮危急的好，那丹麦这边有多座的机场遭到无人机闯入，那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则说，这北约将积极的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那彭博也揭露说，欧洲这边也有外交官警告克里姆林宫说北约已经准备好要对付其进一步的侵犯领空的一个行为，然后做出全面的反应，包含击落俄国的战机。不过俄国驻法大使马上反击他呛瞎说，如果北约以所谓侵犯领空为由击落俄罗斯的飞机，那就是战争。哇，真的是兵戎相见的这种感觉，好像一触即发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中俄之间也早就有一些合作了，在哪上面呢？在无人机。路透报道说，有相关文件指示显示说，中国无人机专家曾多次到俄罗斯这边与受制裁的俄国国有军火商来进行合作，研发的是军事无人机。这凸显当然就是中俄无人机日益深化嘛，而且让西方的制裁根本是形同虚设。好，那当然华府智库的新美国中心的研究员他有说，这个中国的零件在俄军的军事系统上面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俄国接受的是由四川腾盾科技跟湖南昊天翼制造的这个无人机，那提供的是垂直起降能力的这个 HW-52V 的无人机，用于的是侦察跟攻击的任务。不过面对相关的说法跟指控中国外交部说他们不知情，而且重申这个中方客观公正，不提供致命的武器。好，那德国这边的防长呢也有所这个感觉他认为中俄两国都具有太空战的能力，所以他们能够干扰、致盲、操纵或动力上这个来破坏卫星。那德军已经被干扰性的攻击针对了，他们说同时有39个中国跟俄国的侦察卫星正从他们的头上飞过，所以他说他们的观测数据也是正及时的传送，所以小心你说的话他认为说这都会被追踪到。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川普他不是在纽约这边吗？好，之前法国总统马克宏被挡下了，是因为川普的车要过。哇，现在土耳其的总统也一样有类似的状况，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画面这是土耳其代表团，他们一样是参加完联大会议之后遭到纽约警方的阻拦，埃尔段随护强行的拆除了障碍物跟纽约的警方爆发了一些口角冲突，那埃尔段被迫站在街边等候，不悦的脸全部都写在他的脸上，这表情。然后很多人指责川普透过明显的权力游戏来羞辱他国的元首。好，不过川普现在也跟这个埃尔段有见面，他们商讨的是 F-35的战机、军售、贸易等议题好，在乌俄议题上面这个也认为说埃尔段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那当然也希望
土耳其不要向俄罗斯来购买能源。好，所以看到土耳其这个2020年是北约的盟友，但是美国因为土耳其购买了俄罗斯的这个防空系统对俄罗斯有采取一些措施。华府是禁止土耳其购买 F-35，声称这个俄国防空系统会使俄国能够收集该性能的资讯。好，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个两个人在联大上面应该是有一些会谈，所以这看起来原本埃尔段认为说有一些感染支，不过在路上又因为被川普的车队所阻挡现在也是很不悦的情绪就是一一的浮在了这个脸上好，所以现在这个埃尔段访问白宫期间他说他对美国解除制裁是有信心的。好，我们刚才也讲到嘛，说美国防长号召全球800名的将领要来紧急的会合，但是没有说原因，这怎么回事？亮哥，我觉得俄罗斯如果是进入波兰或者进入北欧啦，或者进入波罗的海国家，说进入机场附近，那都是无人机啦。那就是在试探北约的反应啊。那至于美国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例行的军演啦。那只是说，因为双方的防空识别区有重叠的地方，那美国当然会紧张嘛。可是我不认为这个是要去挑衅美国了，我不认为。可是无人机是，所以他对欧洲很多国家已经有点越界了。只是说他都是用无人机，他就是在看这个丹麦这个波兰还有波罗的海国家谁对我最敏感，有点这个味道了那至于中国坦白讲，这2家公司我们就这样说了，四川腾顿科技这家是一个高新科技园区的公司。中国大陆目前是这样因为双尾蝎那是军用无人机，可是不是他制造的。可是中国大陆现在是军用无人机跟民用的无人机公司在做合作，那它就是属于民用公司那它可能在某些人工智能配合无人机运作方面技术做得非常好，所以双尾蝎就跟它借用那目前俄罗斯也是这样就说腾顿科技去俄罗斯，它是民间的公司它不是做军用无人机的那另外那家那个湖南的昊天翼，那根本就不是无人机公司，那是机械公司，可是可能就是用得到所以这个就是麻烦的地方啦，就是中国大陆现在的武器制造很多都已经军民两用了，那可是呢，去俄罗斯的都是民用的科技公司。那中国跟俄罗斯本来就有各种贸易所以中国大陆认为这个是正常贸易所以并不是说我跟他在合作一个军品，那要来投入俄乌战争那可是俄罗斯在无人机的商用合作上，那俄罗斯之后用到军方，这个又不归我管，就有这个味道啦。那坦白讲，这个真的很难防止啦。所以俄罗斯如果从商用无人机的领域得到某些技术，然后他要把它用在军方，你怎么阻止而且这个现象不是只有俄罗斯有乌克兰也有，因为乌克兰也跟中国大陆做无人机的生意，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就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中国大陆卖无人机，我说民间商用的，一队是卖到乌克兰，一队是卖到俄罗斯，然后他们都用在军方，就这样所以你说你这个要怎么弄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不会承认他不会说我是在资助俄罗斯来打乌克兰，因为他一定会举证说乌克兰也是用我的就是这样商品嘛。好，接着问帅将军，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商品你美国武器有没有参加俄乌战争？有欧洲的武器有没有参加俄乌战争？有以色列的以巴战争，你们有没有美国武器？有只准你点灯只准你放火，不许人家点灯吗？中国已经很克制了，我是商用的卖去。至于你怎么用途，我管不着你可以拿去耕田，你可以撒农药，你也可以拿去做战争，那我没办法管制所以这个问题挑鸡蛋里挑骨头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予理会。但我对于另外一个现象很奇怪，
你这个美国的防长把海外所有的将领都招来开会啊，这不符美国的传统哎。假定说你要发起世界大战的话，像2次大战，他也成立欧盟指挥部、统帅部，由美国的中央军区来组成的，参谋本部组成，授予，对不对？你要主持太平洋战区，你也是由南方战区或哪里去组成，没有把全世界的指挥官找来，你要搞世界大战也不像啊。所以这个充分说明呢，因为这个赫克塞斯根本就是军方低阶的，他根本就不了解国防的事情，也不了解参本部应该怎么做，这个是很荒谬的。海外所有将领来干嘛？人家外交官有什么回国述职，那也不能一次全部回来啊，也是分批啊。你不是造成全球的军事将领那个防务都有问题吗？哎，来见你干嘛呢？你也学川普啊，万邦来朝，百将拜伏在我的那个桌子前面，你耍什么威风啊？这个跟战争我讲，要打仗不是这样子的，没这种做法。美国全世界分很多战区，哎，中东 Middle East setting， 对不对 ？Europe setting。Asia setting， 我在美国光谱看着人家连电脑上都分成4大萤幕块，把全世界可能会发生战争的都能够用通信卫星马上反应过来，他国防部马上可以做。你把所有人找到一个地方开会，是什么？就像我们劳动局长开个鸡尾酒会唱个歌吗？搞不懂，真的，现在就是像川普一样学了。啊，全世界的国家领袖会被他骂，对不对？全国会的站起来拍马屁，你也把全世界的将领都找来听你训话，这满足你个人的虚荣心嘛？对军事作战没有意义啊，对国内国外都没有意义啊。是，好，温崇涵教授，这一次这个每年的这个时候哈，9月是这个联合国召开这个总辩论，我们以前叫总辩论啦。那所谓总辩论其实也没有是辩论，是每个国家的领导人或是领袖、总统，他们会到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发表一段演说，各个国家。好，那当然我早年的时候，我2006年的时候我在那边有听过一次，因为那时候我在那边当实习生，我那时候看到像阿马迪内贾德他是被重重的这个保镖包围，他个子不高，160几公分而已，他旁边是大的那个保镖把他包住，在联合国场内走。他出了场外时，车子直接接走的，他不会让你在路上走，很危险。因为那时候阿马迪内贾德他也讲他要把以色列人从地表上驱除嘛，所以他在美国也是很多的风潮。那这一次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川普为了显示他的一些威望，他竟然叫这些总统，比方说马克龙在路上他是用走的，结果被挡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川普的 motorcade， 他们讲这个他的警车跟前驱车、开导车，整个是拉很长很长，所以他一拉长的时候，他所有的街区全部要 block 起来。那当然你知道纽约那种棋盘状的街区，你只要 block 起来，它是整条 block 起来的时候，你连人你都不让你通过的。我觉得是非常奇特的是，你让一个外国元首在纽约的大街上面，旁边虽然有水户，你就让他们在那边等。好，我觉得这个是川普想要展示自己一个威望跟自己一个万邦来朝的一个感觉。好，大家再呼吁一下帅将军，这连 Hexas 也想这种万邦来朝，川普就想要展示这种我就是这边的老大，今天你们来这边演讲，不管你是谁，我要通过，你们先等。所以连鄂尔多安经过的时候，他也把他挡下来。你看鄂尔多安的水户根本不管你啊，他就把他那个栏杆直接拆掉。你知道在纽约那个巨蟒，他们是用铁钉勾好他们一根一根勾好，那个拆是蛮难拆，你要整个拆掉哈。所以我觉得一来这个是对一个各个元首的一种不尊重，因为理当你这些元首要有礼遇，对不对？你要礼遇是他如果要去哪里，你要有专车接送，让他们可以从联合国会长发表完，甚至连马克龙是他们在联合国会长发表完要走出去啊，这点是非常奇怪，这个点我觉得有更多的细节可以去探讨。那这一次像这个 Hexas， 他叫这个全球的美国从准将开始准将、少将、中将到上全部的都来华府，然后呢，假如发生问题怎么办？假如遇到这个危机，有人要暗杀他们怎么办？会造成美国军方的动荡。那这一点 Hexas 有没有做全盘的规划，还是他是自己想要这样做，就把全部人就叫来？那全球的权力真空跟军事真空，造成美国动荡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从川普到他的整个内阁阁员，他们思维逻辑真的并不太像我们传统的政治人物。
好，确实不像传统政治人物，所以有人说他不按牌理出牌嘛。但是因为他做过一任，现在是2.0哦，似乎又可以摸到一些细节跟一些脉络。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持续来看，跟是川普还是有关系哦，就是川普的关税又来了。好，这一次哦，它是针对了包含机器人、工业机械还有医疗用品3个领域哦，要来进行课征。好，那这个举动可能会征收新关税铺路哦，并增加消费者跟医院还有制造商的成本。好，那当然现在哦，美国很希望摆脱中国的稀土依赖嘛，所以也要拓展新的矿场。好，说他们要在的是这个怀俄明州哦，要启动一个全新的稀土矿山，期盼在稀土矿产上面达成自给自足的目标。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稀土的生产商 CEO 就直言说，现在脱离中国有非常大的挑战哦，因为中国将继续也应当继续成为一个主导者。好，所以美国现在也是试图要突破重围。那现在中国大陆也出手喽，有3家美企遭列不可靠的实体清单哦，因为这3家美国的企业都跟台湾开展了军事合作，所以被列入了这个清单里头。那中国大陆现在也要加强监管这个冶炼的产能哦，说要加强控管，避免产能无序增长跟恶性的竞争，这恐怕就会冲击到全球的一个铜供应。那美中之间现在到底是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还是在波音的部分嘛，就讲说就中国大陆现在在跟美国谈判这个要打这个波音买波音，说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那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众议员史密斯认为这个是一笔巨额的订单，对总统跟波音公司都非常重要。不过中国大陆商务部的发言人则说，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贸易本来就是互利共赢哦。那当前影响美中正常经贸合作的最大障碍是在美国的单边限制措施，所以希望美方跟中方是相向而行。那 TikTok 部分川普则是签令准了 TikTok 在美国续命说习近平这边已经点头了。好，但问题就是经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大豆现在是不是要购买美国大豆呢？我们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怎么说，他说美方其实对于大豆的贸易应该采取积极的行动，就是取消相关不合理的关税，就能扩大双边贸易来创造条件。那德语媒体则认为美国现在放弃的场域反而是让中国来填补了一个真空。那美国这边还有一些问题像是裁员，这是不是代表经济不好呢？那还有的就是买不到干脆用抢的，因为我们看到这画面是洗劫团到达了加州的一个珠宝店这是一个购物中心的珠宝店，他们携带了至少3支枪，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店里大举抢劫。那这个警方说，他们进去之后，基本上这整家店的能找到的珠宝全部洗劫一空所以这是状况连连在美国。那另外就是美国政府关门倒数7天现在白宫也预告不采留职停薪准备永久的裁员。那还有的就是美国的主要指数，因为降息的步调恐怕延缓，所以道琼下跌。还有就是星巴克也宣布北美的数百门市要关闭那裁减总部大概是900名的员工。好，这目前因为是全球的一个连锁门市大家都很关注。好，我们刚才讲的川普关税又来了，针对了3个部分要进行课征。好，我们先问亮哥，不止这个还有家具家具也要。我跟你讲，他现在给人家感觉就是。因为美国的企业界就看准了，川普是要保护国内的企业，所以他们就只要找到海外，他们相对竞争力比人家差的，他们就去跟政府反映了。那我觉得川普就跟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乱无章法了啦。就是昨天就公布3家海外的家具制造，说只要美国的家具业在反映说他们我们没有办法竞争他这个会有2个结果啦，就你保护了美国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啦，那第2个是造成美国的物价上涨
这两个结果一定是同时造成的嘛，因为你本来进口会比较便宜嘛，因为这个并不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敏感的，比如说半导体啦那一种的，比如说那个232关税，他就突然之间把台湾的工具机加入啊，他就认为我们台湾的工具机跟工业机器人有关啊，就这样啊，他想到就干，就这样。原来232并没有工具机啊，他现在就突然列入啊，所以我觉得已经毫无道理了，毫无章法了。那至于中美之间啊，我觉得这个都是美国一厢情愿啊。我认为中国大陆目前跟美国就是一码换一码，你要我买大豆是不是？你要我买波音是不是？你拿东西来换啊，我就不知道美国要跟他换什么。中国大陆一定会说，我愿意买更多啊，可是你不卖我啊。换台湾，不至于啦，那个是政治的。对，我讲的是经济的啦，就是说我要买你的其他的科技产品，你不卖啊，对，那我为什么一定要买波音？他可以买空巴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对中国来讲，我的感觉啦，你要我一码，你就拿一码来换，拿一码来换，绝对不可能我让你，你不让的啦。它不是一码，现在美国不增加很多码吗？对了我这一码给你让掉了，我还有很多码。就是现在不按美这个码国现在就在讲啊，说贝森特嘛，他说啊，那个飞机引擎我们还是可以拿来当筹码啊。那个前一阵子已经用过了，那现在又来了，还有那个乙烷又来了，对那个上游的原料。其实川普自己商人，人家也是商人啊，谁要给你这边？对，可因为这个以前都用过了，因为乙烷美国是最大生产商，中国是最大消费商，好，那你要抵制中国，那我看你怎么做生意。中国大陆买了50几%，我看你怎么做啊？那 C919的引擎占整个利润的1/5，那个是 C919最肥的一块。那现在是美国跟法国联合制造那个引擎啊，那你不要吗？你不要这个生意吗？啊，那通用，你认为通用能够接受吗？啊，我觉得现在根本都乱喊价了，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这样啦，就是斗而不破啦，只谈不让啦。目前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让我做最坏的打算了，所以尽量啊，不 DUV 现在中芯国际也在测试啊，那听说已经过了啦，那良率的调整大概要1年左右啊，那 DUV 早晚还是自己做啊，那个类比晶片啊，现在对美国做反倾销调查，他的对象就是德州仪器啊，那简单讲就是想要自己做嘛，进口替代嘛。那另外就英伟达那个 GPU， 现在不是被做反垄断调查，那中国大陆也想要自己做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之间关系真的相当紧张啦，就是没有单方让的啦，要就拿来交易啊。那我就设定最坏的状况，像中国大陆对美国贸易占比本来是13.4%，现在已经跌到10以下了。哦，大豆1整年没有订单了，那最近还要跟阿根廷订货，对不对？巴西完了还跟阿根廷，把美国给气炸了。目前状况就是这样。好，所以刚才不是讲说嘛，德语媒体讲美国放弃的场域，中国填补真空哦，所以有时候美国一直在阻挡中国的一些状况，反而让中国产生它内部的一个新的契机。好，教授。其实这种美中竞争，除了川普在做大交易之外，其实华府的不管是民主共和两党，现在在形塑一个氛围，就是中国你是不是要企图取代美国？那这一期的 Foreign Affairs 有一个叫 David Kang， 是一个这个 American-born Korean 韩裔美人，他说他是很有名的政治学者，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不要什么，他认为长期以来华府的决策圈犯出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他们误解了中国，中国没有说要取代美国。中国要主要是什么？改善国内问题，跟什么维持一个他们基础的我们讲的 status quo。他讲了什么？第一个，他说华府的决策人认为中国在扩张领土，这样台湾问题，这样许多问题要挑战美国的霸权，这是错误的叙事啊。但是呢，他们误解中国现在应该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且是要对内维稳，改善经济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它要成为一个区域有责任的强国。而不是一个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那当然，很多美国的像Rush Doshi 就讲了，
习近平常讲东升西降，东升西降，这就是标准的你要取代美国啊。他说哦，你们搞错了。好，康金国说他讲的东升西降是讲描述一个事件啊，一个事实，但不是他的目标啊。你们都搞错习近平要讲的东西，因为当习近平讲东升西降的时候，他又讲一个中国无意改变美国，也无意取代，这是很明确的，你们搞错了中国本身的意图。当你搞错了中国的意图的时候，你后续的这些作为都会造成美中两边的紧张跟关系的恶化。比方说，你会认为中国想要抢台湾的半导体，其实中国对台湾的这个问题不是这半导体，不是一个战略的位置，它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问题所在，一个民族的情绪啊。他说美国你都搞错了。第二个你用这个军事扩张试图在这个东亚放更多的武器。用这所谓现实主义的这种安全威胁我们 security dilemma 来造成这个区域的紧张，也是错的。你反而无益于美中之间的关系，你反而更加的挑衅中国大陆。接下来在各种的军武上面，在想要展示给美国看，这就是我们讲的，你展现自己的安全的时候，你造成别人不安全嘛？这安全困境非常明确的一个作为。所以康金国 David Kang 跟他这两位作者写的这篇文章，我觉得。当然，现在在华府可能不是一个很显学啦但是他也提出了若川普他当然他现在满脑子在做生意，但当川普的生意脑结束之后，他要回到他早期他第一任的时候，用蓬佩奥那种一直喊说民主民主民主，然后开始挑衅中国，那这时候又回到了我们过去常讲的民主兑换威权，然后在那边两边又用这个台湾做互相叫嚣的牌的时候，那时候烽火又会再起的。对，所以最怕就是这个两国相争我们这个台湾的地位跟状况就会比较稍微更危机一点。帅将军，危机是什么？现在一个是拿台湾棋子去消耗，一个是把台湾卖掉，我们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所以美国现在的主张又在给这边台独的打鸡血我这个可能台湾还有事我会参加，你喊归喊了，我们军人最看的你有实力没有？你有实力介入西太平洋的作战，以美国现在的高科技的武器跟储备量，跟作战意志，跟作战的这个航母跟这个飞机飞弹，在台湾海峡这边你占不到便宜。台湾吃亏的是哪里？要抵抗中共的抗击，又要接受美国这边参加这个战场，我们都是战场啊。老共登陆了，我们在打，美国也在打，炸弹还能分？这是郭正亮还是那个是赖清德，没有办法分的。所以台湾现在要思考自己的路，你毫不选你跟着台独走就死路一条。美国，我跟你讲，我在美国那么多次，军事机关、军事基地跟他们认识那么久，他现在的实力根本没办法介入台湾海峡的战争。所以你指望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美国有事，那是你自己在这里做白日梦啊。所以这个问题很危险。第二个，美国内部越危机越多。我跟你讲，星巴克裁员代表什么意思？不是咖啡卖不好喝咖啡都是一个花闲钱的地方，就代表什么？没钱了，他没有钱消费，他最基本的一个消费。喝咖啡可以不喝问题是就我手头不便，我才不喝。所以他的经济衰退是可期的。第二个，稀土缺货。到你重新再建提炼厂，你没有个7、8年能满足你军工复合体的需求吗？换句话说，往后看的高科技、黑科技的比赛，你美国是一定输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只看眼前，还有点司机余气那一点点优势再往后走没有优势了。尤其在军武科技上，你没有优势，因为上千枚的飞弹、船舰、火炮。雷达没有稀土你是做不出来的，所以你那个6代机也是画个模型的。结果台湾还傻傻的自己花钱。我请问现在国造前舰下水了没有？到现在还不能潜水9月测试失败你想想看吧，我们浪费多少钱了？在美国这种鼓动之下，浪费多少钱？你 GDP 3.3，下一次 GDP 5，台湾不要活了。关税的经贸冲突又要来了，下一个台湾现在面临很大的危机台积电出去了，精密机场关闭了，连卖脚踏车的都被制裁我不晓得下面怎么混了。
这些危机都摆在面前，我们明眼人看的都很清楚啊。中小企业活不下去，连我们卖的小吃的，你电费一涨，对不对？马上就现了，马上就会呈现了。哎，台积电是真的台电真的是台电发不出电吗？你把核能电厂封了嘛？你要卖人家6块5块的那个绿电嘛？那你自作孽，我怪谁？你说怪谁？以前台电是赚钱的，现在怎么亏本？到你手上怎么就亏本了？你能源政策有问题吗？为了一个林义雄，哎呦我的天哪！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好，来介绍加入我们这1个小时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民，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一文好，大家好。观众朋友关心说，现在这个花莲光复乡这边的状况，我们赶紧带大家来看这个案例哦，也就是2岁的小童，他是微弱的哭喊哦，说救救阿公阿嬷。好，这一位2岁的男童他受困了，好，那救难人员就凭着男童的哭声循线哦，找到了受困的祖孙3人哦，让救援行动还带来了不少希望。好，那目前跟大家说明，这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稍早2点钟最新一报，死亡人数14人，失踪人数降到7人了。好，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好消息传回来。好，那我也看到14人的死亡名单当中呢，最年轻的是55岁。最老的是100岁人瑞，所以大多死亡的都是在中老年人哦，这真的像是大家都非常的难过。好，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别回家，因为有一名怪手驾驶透露说，他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到场，直到9点多仍然在等在铺在地面上的铁板，因为大型的重机具要进入到佛祖街，很怕就陷下去，所以不敢贸然的前进。那如果要冒险的话，等一下救人没救到，到时候还要被人家救，那这就是现场目前在这个佛祖街啊，还有光复乡的最新状况。那我们也看到了赖总统哦，在昨天到了这个现场来勘灾，不过马上您可以看到做了这个梗图是勘灾4讲。好，确实他的团结10讲也只讲了4讲哦。那现在大家做了这个勘灾4讲，但其实里头都蛮负面的。好，包含了什么神清气爽，这个意气风发，上去花莲远足哦。还有人说他还停下来跟国军这个 Give me five， 甚至还跟一名这个妇人说，哎，怎么好像每一家老公的身体都不好，以及你好乖，跟这个小朋友6岁的小男童说，哎，你的脸怎么都黑欧妈妈？好，因为这个是泥水跑进家里面，在清理的过程，脸当然是欧妈妈，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哇，莱尔市勘灾反而是不是不去更好啊？好，那有人说莱尔勘灾是第2波的灾难，那有人说感觉有一点这个在灾民面前还笑得出来，所以觉得不太适当。有很多的网友对莱尔市勘灾不以为然。不过我们看到这堰塞湖到底要怎么样来化解跟解决呢？赖总统在昨天在这个马太安教会有讲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用爆破的。他说，专业团队的决议是持续的监测，把正确的讯息提供给县府，作为撤离民众的依据。好，但问题是台湾不是第一次出现堰塞湖我们在过去1999年的时候有这个草岭堰塞湖，然后当时呢，其实在2个月就完成了溢流的水道，那有一个紧急的应变工程。2006年龙泉有堰塞湖中央跨部会有紧急处理，1个月也是完成了堤防强化跟疏浚的工程。那2009年旗山西有堰塞湖，那也是紧急的处理，3个月完成了义洪口的降挖还有支流河道的整理工程。那这次这个堰塞湖，也就是马太安堰塞湖，我们听到8月份的时候，这立法院已经闹开了，说很危险很危险，但是农业部说没有立即的危险，所以到现在已经2个月，只有监测跟开会吗？那出事大家就认为说府院是不是都把它甩锅给地方？好，苏一峰呢，他也有感而发他认为说国民党执政只要有发现堰塞湖，其实呢中央就是直接接手处理，但是绿营现在就是加强火力的攻击，而且跟着侧翼一起攻击的是蓝营，也就是在野党。
好，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国际上面也有堰塞湖的案例嘛，台湾有，国际上面也有。那大家最知道的就是2008年，当时的汶川大地震，这四川的唐家山堰塞湖也是抢险哦。那这个当初历经了艰难，动员了大批的人力，才让水流顺利的下泄。好，那有些人听到了中国大陆就觉得很不舒服。好，那如果我们不谈中国大陆，我们看1964年的时候跟1959年，其实也都有其他国家发生了山崩形成堰塞坝跟堰塞湖的情况。有些人是讲地震湖，像美国这边讲地震湖。好，那有些是成功的切出了40到50公尺深的人工溢洪道，然后逐步的释放湖水，避免灾难发生。那在美国这边是历时了大约1个月的时间，安全的引导湖水排出，解除了下游灾难的威胁。好，所以真的说这堰塞湖动不得吗？我们拿国际上的案例给大家看其实应该还是有解的。好，但问题是这个赖总统跟府院目前看起来就说不要究责，不要究责。但问题是真正的危机还在马泰安的这个马泰安溪的堰塞湖，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危机随时可能会再发生。好，所以现在大家就在讨论说赖总统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感觉很轻松这是 PTT 上面网友所发文的。他说他怎么去花莲笑成这样呢？感觉很轻松，都没在做事。那赖清德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就是讲1团结实讲，2搞大罢免，3肚子越吃越大。然后就问大家说，知道赖清德还有什么工作吗？好，我是自己觉得这个对于总统当然要我们足够的尊重跟这个看法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但问题是，可能是赖总统到灾区的状况，真的让很多的人看了不是很舒服，所以有这样子的言论出现呐。好，那当然问题就在总统还是要顾自己的民调，他会不会来到一个执政的死亡线呢？吴子嘉说，这赖总统领导的能力脆弱，预测到9月国政民调也会下滑。如果持续探体，恐怕就会触及的是执政死亡线民进党对灾难缺乏慈悲心跟同理心那对于深陷困境、生命安危之际没有办法展现民众的优先考量。大家记得吗？8月中的时候 ，TVBS 民调这个赖总统已经跌破了30%，是28%的支持度会不会再探低点？好，持续大家会关注。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复兴光复乡这边的这个灾情状况还是持续的很危急。那大家说这个莱尔市勘灾，很多人看了相当的不舒服。我们先问亮哥。吴子嘉那个是有所本的因为美丽岛民调目前正在做9月的国政民调那我觉得我们不要跟别的国家比啦，我们跟自己比就好了啦。比如说蔡英文执政8年，然后马英九执政8年有这种事吗？我们解决堰塞湖以前都处理过那都是在泥水没有累积到这么大之前就处理掉了嘛。不管你是用引流，或者是做小规模的爆破，总之就是把它解掉了事实上，这一次这个堰塞湖的事件7月21就有人在示警了。7月21那请问大罢免是什么时候？第一轮726，所以我讲白了啦，6月、7月，然后都在忙大罢免嘛。然后726结束之后，赖清德还不松手，又延续到823。所以讲大白话就是721有人开始示警，8月初傅崐萁就请求可不可以小规模爆破，那个时候累积的水量大概是4000万吨，还不到那如果是721，可能累积的水量大概不到3000万吨怎么会不能处理？那8月26号，我们就看到立法院总质询，民众党的林义君质询嘛，因为他自己也是花莲人，是那个卓荣泰怎么回答？卓荣泰在8月26号总质询说，除非下很大很大很大的雨，讲了3个很大，不然没有问题。说大概10月初才会有险情嘛，然后那个陈俊记也在现场接受总质询，他说那个底部有1.7公里，
很稳，短期内不会有危险，请委员放心。林义君啊，8月26号啊，那当然不是立即崩坏了，到9月23才崩坏嘛，对不对？可是因为你这样回答，然后你采取的手段都是建立监测嘛，啊，我讲大白话啦，因为林义君的助理是我以前的助理，所以整理资料的过程，我的助理有参与，他特别提醒我说，中央的公务员其实都非常认真。说我们要帮他们讲话啦，说林保署、农业局、水土保持单位，事实上都非常认真啊，包括台大、交大、阳明的教授也都非常认真，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拍板，他们不能够决定怎么去攻坚呐，把它挖开啦或干嘛啦，啊，那只知道说那个坝顶土石非常的柔软，所以他们不敢做大动作嘛。那一直到请李鸿源进来主持内部的会议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9100万吨，所以给人家感觉就是本来是可以处理的状态，一直累积到连李鸿源来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啊，这么大，那他只能够寄望啊，说水可以慢慢化掉，溢流部分的分流可以慢慢把水量降低，可是没有办法。就是发生了嘛，就是我认为9月23号那天早上是溢流，可是溢流到一定阶段就变成溃堤了啦，所以才会瞬间降了80公尺嘛，75%的水量全部都外溢啊，在一天内，外溢的水量高达6800万吨，你怎么可能撑得住？对啊，那个堰塞湖的那个压力也很大嘛，一定是往下直接冲嘛。帅将军。我告诉你，台湾这个地形啊，叫4个字：山高水急。山高水急就容易受洪水、土石流、地震这些东西引发堰塞湖。那以前在深山大林里面不容易发现，可是从现在的卫星图片加空照，随便一比就知道里面的容积率是多少。越早发现就越好处理。连我这个学过一点爆破常识的人，在水流不大的时候，几十磅炸药就把它引开了嘛。你看那个乡下农夫种田，这块田的水太多，那个田少，他都晓得拿锄头扒一扒，水就出去了嘛。很早处理，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中央单位的权责。刚刚戈登亮讲了，他们也很热心，为什么不能拍板？就拖，不会发生危险。那现在出了危险，你要不要负责？这个延误，我们经常讲，这叫延误战机啊！你要不要负责？当然要负责，还在跟地方吵啊！这是你花莲责任，我责任。我们一查，堰塞湖的位置是在你中央单位的辖区里面嘛，你造成下面的县市是泛滥受灾，那当然可以要纠责嘛。为什么不能纠责？所以这个问题哈，我们讲，你看他去赖清德去看灾。那3张图片我看好像是在竞选活动，打拍手掌了，摸小孩了。我要是总统啊，坐下来，记者来照好了，我把各级指挥官叫来，你缺什么，你少什么，你要什么，对，当场拍板，当场处理，这才像个领袖嘛。你是在选举还是在看灾？你来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动员中央所有的力量嘛，谁在那里敷衍，谁在那里阻挡，谁在那里不尽责，当机立断嘛。这什么？这是你最好的宣传嘞。结果你在那里拍手板摸小孩，我以为你在竞选啊。所以这个问题哈，今天吴子嘉讲的话，我们把很严肃的问题，就他上任以来，所有面临的问题，你看他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关税不透明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死。电价，我们真的台电亏损是在亏损台电的问题吗？是你绿电卖的太贵啊，核能电厂不能恢复啊，那台电当然亏嘛，你为什么不解决呢？通膨马上就来，现在通膨已经很严重啊。还有国防军费浪费到什么程度？买些没有用的武器，打不赢仗，也保不了台湾。
还有台积电被挖，企业一个一个开始出走，要不然就下面。我随便列举就7、8项大项，都是你总统要解决的问题。你可曾有一项你做过指示有解方？我们不谈结果，解决的方案总要出来吧？解不了的也要跟老百姓说清楚吧。一事无成，碰到灾害，这不是国安问题吗？国安结果是大陆人不能来，有国安问题。这堰塞湖这种不是国安问题，我不晓得你在这当什么总统。好，我们接着问教授。我是觉得民主是善良的政治啦，特别是一个有责任、有能力的政府，他们应该不但能解决问题，他应该有一个高瞻远瞩的一个看法跟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你说这堰塞湖，刚才前面2位都讲，它不是第一次发生嘛？那假如不是第一次发生，有过去这么多我们讲的 SOP， 你怎么不会照着做呢？如果能照着做，你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不是面对现在的伤亡啊。从发现到处理到后续的救灾，我觉得民进党政府现在面对的是一种荒腔走板的一个整个作为，我们其实都看得非常清楚哈。那不管是草岭的啦、龙泉啊、旗山溪这些堰塞湖，到国外的四川的唐家山跟美国的麦迪逊河，这都是可以参考借鉴的。你不管它多难处理哈，有各种不同的技巧。其实如果专家单位在7月早先开始把这个事情慢慢一点点的处理，今天不会发生这么大的危机。不要等到说真的发生危机的时候才说哦，为时已晚，对不对？好，那其实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来，它这其实是一个我们讲台湾民主的极化的结果造成。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就是其实不管在早期，我们在讲到一开始讲这个关税问题，到大罢免，好，再到前面的正是徐广出来讲光复节啊。我们全部在讲政治，为什么？大家全部都没有注意到，我们本身民主该要做的善良政治都没有在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民主走到一个结果，就是你只要固化自己的选民，借由我们讲的这种论述啊、术士啊，来巩固你那基本盘，甚至要比别人多1票的那种基本盘，然后你就可以继续维持你的政权，继续享受你的吃香喝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跟美国的民主走到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步，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接受很多这种民主极化带来的后果，包括什么？包括这一次你看花莲的勘灾，结果不是说中央的全责要去负责，而是他告诉你说是你地方的错啊，结果带来一个这个沈伯洋去那边跟着骂人叫嚣，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负责任政府必须要该拿出来给老百姓看到的。那我们反思过来就是。他们就是想要说，这是因为花莲的错，我只要巩固好我自己的声量啊，甚至连赖清德上去的一些作为，我觉得他也不是很在意啊，这整体的整个灾民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看的就是，那接下来我想刚才帅将军也讲了，你关税的问题，美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台湾继续处理，那我们老百姓要接受到多少这种天灾人祸啊，我们继续要去看。我觉得政府他必须立刻再回到轨道上面，从大罢免的这个所谓大失败里面走出来，啊，完全一个个审视我们哪些螺丝松了，这样子我们才能避免更多的公共灾害出现。好，教授说得很对，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如果政治人物固化自己的这个基本盘的话，民众要随之起舞吗？因为现在很多的讨论会说，你花莲嘛，谁叫你要投谁，这些都是太过政治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